郑强教授在2025年的一次演讲中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当下面临着不少社会矛盾，许多领域都潜藏危机，人们难免人心惶惶。想想看，一个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写作业到深夜，累得直打瞌睡；一个打工人起早贪黑的加班，却担心随时被裁员；一个退休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钱，还在为看病买药精打细算。这样的场景如今并不少见。郑强教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，感叹如今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迁。郑强教授是以敢说真话、幽默辛辣著称的网红教授，别看他言辞火辣，他可是一位学术造诣深厚、担任过大学校长的教授，对教育和科技问题有着深入研究。他的演讲既充满激情，又不乏风趣，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，把一些深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。在这场爆炸性的演讲中，他没有掉书袋、卖弄学问，而是举身边例子，讲大白话，把中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给剖开了。听众们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陷入沉思，可见他的每句话都击中了要害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郑强教授在2025年最新演讲中的那些观点，一起看看他是如何剖析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、教育困境和价值观变化的。首先，郑强教授开门见山地谈到，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诸多矛盾，让人们无所适从。他用了要出大问题这样耸人听闻的说法，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想提醒我们居安思危。比方说，经济发展了，可是年轻人反而感到前途渺茫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是很多人却并不开心，这样的反差令人深思。郑强教授说，这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，但首当其冲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一直引以为傲却问题重重的教育。郑强教授尖锐地指出，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，他甚至用了失败二字来形容当前的教育现状。他认为，多年来我们一味追求升学率和考试成绩，却忽视了教育真正的目的。学校成了应试工厂，学生变成了考试机器。从小到大，孩子们背负着沉重的书包和更沉重的心理负担，一天到晚埋头题海，分数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。这种情形下，孩子们哪还有时间发展兴趣、思考人生？郑强教授不禁质问，我们究竟培养出了一代怎样的年轻人？难道要把他们都变成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吗？很多学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后反而迷茫，因为除了做题，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别的拿手本事，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，擅长什么。在演讲中，郑强教授提到了奥林匹克竞赛热的现象。他说，中国的中小学为了追求竞赛得奖，不惜让一批孩子从小进所谓的奥赛班、特长班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钻难题，拿金牌。表面看这些孩子为国争光，拿了国际竞赛名次，但郑强质问道，难道几个奥赛冠军就代表中国教育很强了吗？事实恰恰相反，那些被当作宝贝的竞赛尖子，在中学时期光芒万丈，可进入大学后，不少人后劲不足，成绩甚至下滑。他们过早被强化训练，反而失去了对学习的热爱和正常的成长经历。而与此同时，大多数普通学生却被忽视了，他们得不到最好的资源，也失去了培养兴趣、健康成长的机会。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许多家长把这些竞赛苗子奉若珍宝，不让孩子干任何杂事，觉得只要拿了奖就是成功。然而这种揠苗助长，最终害了孩子。郑强的话犹如当头棒喝。更严重的是，应试教育和功利导向让价值观也发生了扭曲。本来教育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做人，如何探索世界，可我们现在往往只教会他们考试和服从。郑强感叹，如今很多学生从小被教导，唯一的目标就是考高分、上名校，好像人生只有这一条出路。多年来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但无奈考试这根指挥棒依旧牢牢握在手中，这导致孩子们变得眼界狭窄，甚至变得功利自私。有人嘲讽说，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家长放在起跑线上拼命往前拽，结果是还没长大就已经厌倦了奔跑。郑强教授也批评，不少家长和老师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好，
实际上是在把孩子当成炫耀的资本，当成完成自己未尽梦想的工具。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，即使成绩再优秀，心灵可能是脆弱的，对社会的问题没有思考，对传统文化没有了解，对未来没有责任感。郑强教授特别提到一个现象，全民学历崇拜和学历贬值并存。如今社会上，一方面人人追求高学历，仿佛没有个硕士博士就低人一等；另一方面，大学生却越来越不值钱，就业越来越难。这种局面催生了近年席卷高校的考研热。为了提升竞争力，不少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考研深造。然而研究生的人数激增并没有彻底解决就业问题，反而形成新一轮的学历膨胀。许多人并非真心热爱学术，只是因为就业市场不景气才无奈读研，几年后拿到硕士博士，发现竞争依旧激烈。这种恶性循环让青年人疲惫不堪。这一现象其实正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的信号。我们走入了消费学历的误区，把学历当成一种炫耀的商品来追求，却忘了学历本身不等于能力。他举例说，有些学生读书时考试分数很高，可实际动手和创造能力很弱。相反，有的人学习成绩中等，却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色。过度追求学历文凭，反而让很多人忽视了技能培养和人格塑造。他说，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和家长都有一种误区，觉得学历高的人什么都能干，好像招聘就是在选女婿，非要挑最耀眼的高学历。郑强幽默又犀利地发问，找那么多博士干什么？博士真的万能吗？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博士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业，因为企业会精打细算，不需要招太多高学历的人做闲置。而我们这里常常是博士满街走，却依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教授、博士一大堆，但真正能造出先进科技、解决现实难题的人才并不多。郑强举例说，改革开放这些年来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，塑料制品产量巨大，但许多关键的高分子材料配方和设备却要靠国外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原创科技人才，企业也缺乏自主创新的投入，导致科技水平与产业规模不匹配。教育体制的问题还导致了社会其他矛盾的产生，比如中国长期存在重学历轻技能、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，导致很多人书念得很好，却不会基本的生活技能，更缺乏做人做事的责任感。郑强直言，现在不少年轻人缺乏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，总想着走捷径挣快钱，这跟教育中长期忽视劳动教育和品德教育有很大关系。当人人都挤独木桥去争文凭的时候，社会上反而出现了技术工人短缺、有学历的失业者和没学历的有本事者并存的怪现象。如此畸形的局面，让人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偏差。如果教育不改革，一味制造高分低能的人才，未来社会将埋下更多矛盾和危机。郑强教授指出，教育的问题只是一方面，更大的图景是整个社会出现了许多矛盾和不平衡。这些矛盾就像埋在地底的暗流，汇聚在一起可能引发大地震。如果我们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，一旦积重难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比方说年轻人的生存困境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按理说年轻人应该有更多机会，可现实是许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理想工作，只能将就甚至失业。同时企业却又在喊缺人，制造业招不到愿意进厂的一线工人，高科技领域缺乏真正有技能的人才。这就是一种矛盾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既有人没活干，又有活没人干。这一现象让郑强教授直言，这是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脱节所致。一方面，高校扩招让每年几百万毕业生涌入社会，大家都想当白领，宁可待业也不愿去端盘子进车间。另一方面，社会对技术工种长期缺乏尊重和保障，导致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。这种情况既是教育体制问题造成的后果，也是社会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的体现。年轻人一腔热血读书10几年，却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巨大。有的人被逼得内卷，成天加班、考试、考证，只为在激烈竞争中保住一个饭碗；有的人则选择躺平，放弃拼搏，降低欲望，
以免在徒劳奋斗中身心俱疲。内卷与躺平这两种极端心态同时出现在同一代人身上，正说明了社会压力之大和前途的不确定。郑强教授对此深感忧虑。如果优秀的年轻人不是被压垮，就是在消沉，那国家未来的发展又从何谈起？再来看令无数家庭焦虑的住房问题。过去20年，中国的房价犹如坐火箭般上涨，房子本是用来住的，却被炒成了奢侈品。很多年轻人工作几十年不吃不喝，才能在大城市付个首付。不少父母掏空6个钱包支援子女买房，全家人为一套房背上沉重贷款。郑强指出，这是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畸形现象。一边是城市里高楼林立，房子空置率不低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栋栋空荡荡的鬼城，房子建了却无人居住，资源被白白浪费。另一边却是许多普通人一辈子为房所困，高房价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子，中年人背负债务，压力难言幸福。这直接导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下滑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愈发沉重，年轻人连自己都过得捉襟见肘，又轻易养育下一代。长远来看，这无疑为社会的发展埋下了新的隐患。如果有一天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受伤的将不仅仅是炒房客，而是整个社会的信心。房子原本是让人安居乐业的，如今却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安定？此外，郑强教授还谈到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问题。当下中国整体富裕了，但分配不均的问题凸显。一线大城市里纸醉金迷，有人一顿饭花掉普通人几个月工资，而偏远地区还有人为了治病上学发愁。很多普通工薪阶层勤勤恳恳，却发现买不起房，看不起病，供不起孩子上好学校，于是心生不满和焦虑。房子、教育、医疗这3座大山压得普通家庭喘不过气，人人都期待这些负担能够减轻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些不法分子靠投机取巧一夜暴富，炫耀财富，反而逍遥法外。这种现象刺痛了老实奋斗的人们，也冲击了社会的价值观。人人都渴望公平正义，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。如果老百姓觉得自己的努力换不来应有的回报，社会流动渠道变窄，那种失望情绪就会积累，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。与此同时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大量青壮年涌向城市追求发展，广袤乡村却留下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，老人缺乏照料，孩子缺少父母的陪伴关爱。这些家庭层面的矛盾往往被经济热潮所掩盖，但长远来看影响深远。社会信任的缺失也是郑强提到的矛盾之一。他举了个例子，如今马路上要是有老人摔倒，路人往往不敢随便扶，生怕遇上讹人的情况。难道一个善良之举反而会让人吃亏吗？这荒唐的现实令人心寒。商场里买东西，小到鸡蛋牛奶，人们都会担心是不是冒牌假货。为什么大家变得如此多疑？郑强认为，这是因为过去一些年里，诸如毒奶粉、假疫苗、假冒食品、药品等恶性事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，一次次耗尽公众的信任，各种食品安全事故、诈骗案件、道德滑坡现象层出不穷，透支了社会的诚信。长此以往，人际关系变得冷漠，每个人都战战兢兢保护自己，不敢轻易信任他人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，其实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矛盾。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，可是人情味淡了，信任没了。没有信任和道德基础，再繁华的都市也缺少温暖。郑强呼吁要重建社会诚信，让人与人之间重新产生信赖，否则人人自危的社会谈不上真正的和谐。可以说，中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累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，从经济结构到民生福祉，从环境保护到社会公平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各种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交织在一起。郑强教授并不是唱衰中国，他是希望我们直面这些问题，正视矛盾的存在。他也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些矛盾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和决心。他强调，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，政府要倾听民意，深化改革，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，个人也要调整心态，积极应对。比如，
政府应在教育、住房、医疗等领域拿出切实举措，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到实处。企业不能只顾逐利，也要关心员工福祉和社会影响，而每一个普通人则应从自身做起，抵制不良风气，弘扬真善美。只有大家共同努力，才能化解这些暗流，避免真的出现他所担心的大问题。毕竟，一个社会若能在矛盾中找到新的平衡，就能变得更健康、更稳固。在剖析了教育和社会的问题后，郑强教授把目光投向更深层的因素——价值观的变迁。他指出，中国人在几十年间经历了剧烈的观念转变。从前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们信奉的是勤劳节俭、集体至上，哪怕生活清苦，也相信明天会更好。有一股朴素的信念支撑着前行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腾飞，人民生活大为改善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滋长。很多人开始把金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，似乎只要有了金钱和地位，就是成功人士，其他品质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，肩负起来成为主流追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传统美德和理想信念被淡忘了。郑强感叹，如今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父辈、祖辈在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落差。老一辈人经历过艰苦岁月，更强调吃苦耐劳、家庭责任和奉献精神，而年轻一代成长于相对富足的环境，见多识广，更注重自我实现和生活品质。就拿婚姻生育观来说，父母辈视结婚生子为人生必经的责任，而不少年轻人则推迟甚至干脆放弃成家，觉得与其勉强养娃，不如追求个人自由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问题在于，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竞争让很多年轻人感到迷茫。他们发现，父母那套努力就有回报，听话就有前途的准则似乎不再灵验。比如，有些人努力工作多年，却赶不上房价的涨幅；有的人按部就班读完名校，仍找不到好工作。这种现实打击使不少年轻人对传统价值产生了怀疑，转而追求及时满足或另类的人生道路。有的人信奉及时行乐，不再存钱攒家当，而是活在当下享受生活。也有人变得玩世不恭，觉得社会规则不值得信赖，干脆不再主动作为。价值观的变化也反映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。郑强举例说，如今在大城市，西方的节日和生活方式大行其道，年轻人过圣诞节、情人节比过传统节日还积极，追捧欧美的影视音乐，觉得传统文化老土。他直言，这种一味崇洋的现象其实反映了文化自信的缺失。我们的孩子从小花大量时间学外语，却未必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典故。许多大学校园里，英语4、6级考试人山人海，而对中国经典的研读却门可罗雀。郑强犀利地指出，外语说到底是一种工具，我们当然需要学习世界的长处，但如果陷入盲目崇拜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。他不禁质问，美国的大学培养的人才大多数留在美国建设自己的国家，我们投入巨资培养的尖子却一个个跑到别的国家去效力，这究竟值不值？他对这种现象深感痛心，认为这背后就是价值观出了问题。我们一方面高喊爱国，另一方面却在用行动掏空国家的人才资源。郑强疾呼，中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青年才俊，希望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能坚定信念，把才华用在报效祖国上，而不是一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除了文化层面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变化也令人忧虑。过去那种诚信、谦逊、互助的品德在弱化，而成功学、厚黑学倒是颇有市场。郑强提到，在功利风气下，不少学生为了拿奖学金不惜作弊、抄袭，成年人为了升官发财拉关系、走后门。这些行为在以前是为人不耻的，如今却变得见怪不怪，甚至有人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手段可以灵活。这种观念转变实在耐人寻味。当诚信不再是基本准则，社会风气怎能不滑坡？难怪有人感叹，如今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郑强幽默地说，现在有些人晚上烧香拜佛，白天尔虞我诈，信仰和行为彻底割裂。这番调侃道出了价值真空的尴尬。很多人内心没有真正坚守的信念，
表面上什么都信一点，实际上什么都不真信，只相信金钱和利益。然而，郑强教授并不悲观消极，他强调，价值观是可以引导和重塑的。当下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无论是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都是在为重建共同的价值体系而努力。他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，找回那些朴实而弥足珍贵的价值观念，比如诚实守信、尊重他人、勤奋踏实、心怀家国等等。这些听起来老套的词，其实永不过时。只有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了坚定的信念，有了对善良和正直的坚守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才会逐渐摆正。郑强说，经济发展是基础，但一个社会若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做指引，物质再丰富也难以长治久安。中国要想真正强大，不仅要腰包鼓，更要精神富足。价值观的正本清源，也许正是破解当前种种乱象的关键所在。郑强教授这一场既幽默又振聋发聩的演讲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。他用轻松的方式点出了沉重的社会现实，让人在笑声中陷入思考。也许正如郑强所希望的那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，自己能为缓解这些矛盾做些什么，又是否能够从自身做起，践行那些看似朴素却至关重要的价值观。